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在洗碗池放一个口罩，半年不刷也不脏不臭，简单实用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这种一次性口罩，相信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，尤其是近2年，每家每户都会囤上几盒。但是口罩买多了，有时一不注意就会避免不了有过期的。过期的口罩用又不敢用，扔了又舍不得。像我们这样一个勤俭持家的人，怎么能让口罩白白浪费呢？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口罩在厨房中的用途吧。在介绍口罩放在厨房里的妙用之前，先剪开一个口罩，了解一下它的构成。首先，口罩的两侧会有弹簧绳，其次，侧边会有一根白色铁丝条。这2根棉绳和钢丝条也是有用的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棉绳来密封袋口。如果瓜子等包装袋的口子被撕破了，开口比较大，那么放着不管，瓜子是很容易回潮的，一下午的时间，瓜子就不香不脆了。其他食品包装的食物也是同样的道理，那么就可以用口罩棉绳来将其密封。我们将袋子口折叠，再折叠，这样就不会有空气流通了。然后我们再用口罩棉绳将其固定起来就可以啦。平时吃不完的零食，用棉绳来扎紧袋口，这样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接触到空气，而受潮变质影响到我们再次使用。平时耳机线、充电线放在包里总是乱糟糟的，特别占地方不说，还容易和其他物品缠绕在一起，很是头疼。每次拿取都要花费精力，这时我们就可以将其缠绕起来，然后我们用口罩上面的铁丝将其固定起来，这样收纳好，耳机线、充电线就不会显得乱糟糟的了，查找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。最后，口罩中间的位置有3层布料，每一层都有它的价值所在。内外2层是有专业用于医疗卫生的防粘无纺布，其中增加1层过滤防菌达 99.999% 以上。过滤的熔喷无纺布结超声波焊接而成，同时拥有通气性、过滤性、吸水性、柔软、轻盈等特点。我们先来说一说最外层放在厨房中的作用。防护下水槽，厨房的下水槽是特别容易堵塞的，因为这里平时都会倒一些洗菜水什么的，会有一些食物的残渣，这些食物的残渣就很容易堵塞。其实大家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，那就是在下水槽的位置上安装一块纱布，让这个薄纱起到阻碍大颗粒食物残渣的作用。这样流水经过的时候，一些大颗粒的还有一些菜叶子或者是果皮什么的，自然的就被贴在上面的口罩布阻隔住了。只要撕下贴好的口罩布，那么这些杂质也就被一起卷起来了，然后直接扔掉就很方便了。洗碗池的第2个麻烦就是水龙头上边总是会有很多的水渍，不管是水龙头上面还是水池里边，长期下去就会形成很多的水垢，而利用口罩中间柔软的防护层，我们就可以擦掉上面的水分，就连水垢也能够轻松的擦掉，并且它质地非常的细腻，不会划伤我们的水龙头。经常这样清理，我们的水龙头上面就会光光锃亮，不会再有一点水垢。口罩的最里层，我们就可以将其包裹在水龙头上面，然后用刚刚剪下来的口罩棉绳将其固定住，这样它就可以起到一个过滤水的作用。有的家庭可能为了过滤水安装了净水机，但是平时在厨房里洗菜、洗手也没有必要全用净水机里面的水，毕竟这个净水机的成本还是挺高的。不过不用净水机又担心水质问题，
那么我们在安装了一只小型滤水器的上面再绑上一只口罩，让口罩的布料包裹住水龙头的出水口，这样流出的水就经过了这2层粗略的过滤。虽然说距离净水机的效果还差很远，但是也能过滤掉一些颗粒了，就比如说铁锈、泥渍这种物质，用水也能够稍微的放心一些。并且口罩的价格不贵，5、6天更换一只口罩，平均1天就5、6分钱就够了。想必大家的厨房每天都是充满了烟火气息，难免留下一些烟火的痕迹。就算我们每天做饭时都会打开我们的油烟机，但是还是无法做到完全不留油渍，毕竟连油烟机自身都没能够逃过油渍。那么这时我们的口罩就可以改造成一个清洁小帮手了。我们将口罩从中间翻过来，翻折过来之后，将中间的这层隔层给撕掉。撕掉以后，我们的这2层口罩就形成了一个小口袋的形状，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结实的小网兜啦。这时有很多朋友就会想，这么一个柔软的口罩怎么能够用来清洁油污呢？其实我们还需要搭配另外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们吃剩下来的鸡蛋壳。不过注意，鸡蛋壳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用清水清洗一下，避免清理过后的厨房满是鸡蛋的腥味。鸡蛋壳比较脆，但是呢它有着非常锋利的边缘，并且这种鸡蛋壳它也可以随意的变成任意形状，装在口罩的这个小网兜里边，它就可以刮掉上面的油渍和脏东西，但是又不会像钢丝球那样会损坏灶台、油烟机或者是铁锅表面的油漆，不会留下划痕。我们将鸡蛋壳装好之后，再次用口罩棉绳将其捆紧，一定要绑紧实一些，否则后期我们在清理的时候，避免鸡蛋壳掉落得满地都是。我们将鸡蛋壳捏碎一些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清洁小工具去清洁厨房里边了。特别是锅，用久了之后锅底发黑，有着厚厚的一层油垢，在炒菜的时候因为油垢太厚，热量传达不到，这样煮出来的菜也不好吃。不仅锅底的油垢非常的厚，长期以往连锅的里边也已经包了浆了，确实看到了不卫生和不健康的隐患。这之前我们先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小苏打也就不用多说了，也是去污的一把好手。然后我们铺上一张纸巾，再加上白米醋，可去污还能够软化铁锈。一倒入白醋，我们就会发现白醋和小苏打就会发生化学反应，这2种东西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去污剂哦。现在等它软化10分钟的时间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把纸巾撕下来。除了要加上以上的这2种物质以外，最后我们还要往锅底的表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因为食盐的形状呈颗粒状，把它加入锅底表面的话，就能够很好的增强锅底的摩擦力。这样一来，使用口罩对其进行摩擦的时候，这些脏污垢就更容易脱离了。我们就用口罩这样持续的来回摩擦。其实我们在来回擦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黑色污垢已经变薄了。接下来需要我们再持之以恒的擦个几分钟，您就会发现奇迹就在身边。在面对这些污垢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说用钢丝球去擦不就行了吗？但是钢丝球的摩擦力是很强的，对于铁锅、不锈钢锅的锅底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。稍微一用力的话，就会把锅底磨得全是各种划痕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口罩来代替钢丝球，去对锅底进行处理，既能保护锅的同时，
还能防止这些脏东西被处理得干干净净哦。原来乌漆抹黑的锅底，现在光光锃亮。原来我家的锅底还能这样干净呢，看着就心情舒畅。看完这些生活小妙招，家里的旧口罩还舍得扔掉吗？赶紧学会这招，在厨房里放一只口罩，省钱又实用，解决了很多家庭困扰的烦恼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，您学会了吗？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